形势更新。正如几个月前所说，自从9月下旬以来，事情进展非常快速。首先，物质层面的生物芯片已经被清除，身体中那些位置残留的仅仅是死的不活跃的电路板。这些生物芯片的残留也是能量场中虚弱的点，潜伏者可以通过它们显化出扭曲的量子涨落，也可以通过次量子非空间来产生异常等离子体。潜伏者也通过次量子非空间显化出的量子涨落来发散异常，它们可以扭曲围绕着地球表面的电浆层、以太层、星光层和心质层的元素精华。潜伏者接下来就可以引导和操控这些扭曲的元素精华来影响地表人类，这是通过在元素精华不同的位置增加或减少量子波动量来完成的。有关潜伏者的更多内幕也被释放出来。潜伏者实际上是在之前的所有宇宙周期当中，使用极其强大的科技，把自己投射到次量子非空间的所有存有的集合体。第一次这样的投射发生在第一个宇宙循环周期时间开始之际，那时源头意识到存在着像主要异常这种奇怪的东西，然后源头决定把自身的一部分投射到该异常当中，从而理解还有解决它，而投射的那部分被困在了次量子异常当中，成为了第一个原始的潜伏者。在随后的宇宙循环周期当中，有更多的潜伏者跟随了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正是出于此原因，源头的一部分开始对抗它自身，二元对立从此诞生。有着潜伏者加持的主要异常变得如此强大，它在一定程度上劫持了从物质层面一直到最高维度的安塔卡拉纳，甚至扬升存有也缺乏对异常宇宙当中真正发生事情的洞察力。通过宇宙循环周期，本源不断地了解异常，并解决其中部分的问题，直至近些年，通过1111门户，二元对立终结的时间终于来临。很快，一道更为强大的门户就会开启，最终会消除宇宙的黑暗，并带来这颗星球的解放。所有有关那道门户开启的情报，现在都必须保密。不过，在这里有个小小的提示：自从9月以来，这个未来的门户已经通过米可夫斯基时空发送时间逆向回环，这就是为什么事情和局势开始加速的原因。首先，黑暗势力越过了一定的警戒线，作为对此的回应，抵抗运动开始采取行动。可惜的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现在必须要严格保密，不过我希望很快就能揭晓。我目前能说的是，黑暗势力的集体行为违反银河法典条款到达了临界质量。从法律的层面来说，这位光明势力对地表世界进行干预，亮了绿灯，不论当地律法如何。尽管地表人类也并不尊重当地的法律。在地表进行干预过程的第一步，就是移除那些因为战争创伤或者恐惧而无法为解放过程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光明势力的个体。无休止的银河议会的讨论时代已经终结，而所有那些深受创伤和陷入恐惧的个体都会被带到这个太阳系之外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得到急需的治疗。之后，如果他们有能力或者愿意这么做的话，还可以再次加入到解放力量当中。所有的星际种族大约80%的成员，以及大约40%抵抗运动的成员都被带出了太阳系。剩余的那些存有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并乐意采取行动。圣哲曼被授予所有地下和地表行动的指挥权，所有的光明势力，包括但不限于抵抗运动、
昴宿星人、天狼星人、大角星人和中央种族的舰队。就地球行动而言，现在都在他的指挥之下。阿斯塔则被授予了所有近太空和太空行动的指挥权。圣哲曼已经命令光明势力立刻开展行动。在10月5号，抵抗运动就清理了黑色贵族城堡地窖当中绝大多数虐待儿童的地点，解救了很多儿童。黑色贵族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私有财产的行为，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对他们的自身性命感到担忧。作为回击，帕拉维奇尼家族下令启动毁灭33或者它残留的部分，因为毁灭33在过去10年当中因为抵抗运动的行动大大削弱了力量。你可以在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当中刷新对毁灭33的记忆。物质世界和非物质层面的执政官有一个代号毁灭33的计划，目的是要阻止大规模逮捕的发生。他们的盘算是，当大规模逮捕快要发生的时候，非物质层面的执政官会通过秘密仪式向马耳他骑士团内部以及33度共济会内部的高层物质层面的执政官发送信号，这些人随后就会利用他们在军方和政府机构的内部关系发出指令，尽可能多的制造破坏还有混乱。这些物质层面的执政官对末日预言着迷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他们会不择手段的让这些预言实现。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害怕，光明势力有周详的计划，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动乱发生。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当前以色列的战争就是由这个人策划的。他不仅与以色列高层政治圈子有着联系，也与哈马斯高层有联系，而且以色列是故意允许哈马斯入侵发生的。黑色贵族的目标是尽可能的扩大以色列冲突，希望可以引发与世界末日预言相符的第3次世界大战。光明势力正在尽一切可能限制冲突，并防止其蔓延到以色列的边境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尽可能多的人继续进行每4小时一次的以色列和平冥想是至关重要的。抵抗运动使用这次冲突作为掩护，终于可以开展一些地面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在积极地清理地表、标量和定向能量武器。10月7日，哈马斯开始入侵以色列领土，他们袭击了乌里姆基地布兹附近的许多聚会人士，利用那场战斗的混乱作为掩护，抵抗运动的成员能够让几公里外乌里姆军事基地的一些标量和情报系统部分的陷入失活状态。乌里姆基地在这张地图上用红十字标记了出来。抵抗运动解除地表标量和定向能量武器的行动还会继续，这些武器骚扰了太多的光之工作者。如果你感觉到指引，你可以进行以下的冥想来支持他们的行动。10月2日，某个掌握了高级情报并深入了解幕后运作的人开始在美国债务时钟上发布加密信息。10月2日的信息引用了马太福音第21章12节。10月8日的信息则引用了启示录。光的胜利